很多旅程都是計劃好的，訂好機票，排好行程，知道哪一天出發，哪一天回家。但這一趟不是，它沒有在我們原本的人生規劃裡。如果不是女兒突然失戀，我們可能不會來到菲律賓。2個多月前，女兒突然搬回家住，每天都非常難過。原本最熟悉的地方，突然變成她最不想待的地方。其實遊學這件事情，不是這次才突然冒出來的念頭。女兒高中的時候就曾經短暫留學過加拿大，後來人生的空窗期也有好幾次想過要出走一趟，只是一直都沒有真的去成。這一次反而是在最沒有準備的時候，這個念頭突然就被推着實現了。剛好他一直有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國外打工度假，只是一直都還沒有開始計劃。所以我跟爸爸就突然想到，既然如此，那不如就讓女兒先來菲律賓，把英文底子重新磨練起來，順便也讓她離開傷心地喘一口氣。人生的決定有時候就是這樣，我們沒有討論很久，也沒有想太多，單純覺得現在就是時候了，所以很快的我們就來到了馬尼拉。我原本只打算陪他幾天，把生活安頓好就飛回台灣，所以我甚至沒有去申請可以留2個月的紙本簽證。幾天後我真的回台灣了，可是才回去沒幾天，我就發現女兒很需要我。她需要的已經不是有人陪她辦入學，而是有人陪她慢慢的把生活重新撿回來。所以我又再一次弄了機票，再一次飛到馬尼拉，只是這一次不只是陪她幾天，而是陪伴她直到2個月結束。一開始我其實沒想過這裡會慢慢長出家的感覺。可是生活很奇妙，沒多久，他就開始有了自己的節奏。每天早上，女兒去上課，我陪她走去學校，回來以後打掃房間，給自己做早餐，接着做我自己的工作。傍晚如果沒下雨，我就會去游泳。我們住在28樓，每天都可以看着夕陽慢慢落下。有時候我還會從樓上往下看，看看泳池還有沒有太陽。直到現在我都還很想念那個泳池，陽光曬了一整天，池水很溫暖，身體泡進泳池真的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。很奇怪，以前的我其實沒那麼愛游泳，可是那段時間每隔1-2天我就會下水一次，好像生活真的慢了下來。因為房間有廚房，我們很少外食，幾乎每天都是去旁邊的 Robinson 買菜，回家自己煮。倒不是因為省錢，而是菲律賓的食物真的沒有很合我的胃口。一份典型的餐就是1塊肉、1碗飯、1碗湯，完全沒有青菜。那個味道鹹到好像整罐鹽不小心倒進湯裡了。我吃過一次就沒有想再嘗試第2次。偶爾想吃的好一點，我們會去吃別的異國料理，價錢其實跟台灣差不多，重點是比較不容易踩到雷。慢慢的我們知道哪一家超市比較好逛，哪一間餐廳比較好吃，哪一條路比較好走又涼爽，哪一段時間夜景是最美的。我們社區有一座天橋，直直通到旁邊的威尼斯購物中心。3不5時，我們就順着天橋走過去，看看那些划着 gondola 的水道，逛一逛商店，像是去鄰居家串門子那樣自然。我突然發現，我們已經不是旅行，而是真的開始生活了。第2個月，我們打包家當，叫了 Grab 幫我們搬家到馬卡蒂。這裡跟第1個月的環境完全不同，房子老舊很多，房租比台北還貴，電梯甚至是手動的，有專人24小時輪班，在電梯裡幫大家按樓層。有時候等電梯等到上課遲到，我們也只能苦笑，慢慢等。
但是馬尼拉真的走沒幾步就是一座購物中心，而且商場跟商辦住宅之間幾乎都有天橋連在一起。我們在菲律賓的最後2個星期，馬卡蒂天天都在下雨，有好幾天甚至發布停班停課跟豪大雨的警報。可是我們每天總去超市晃來晃去，鞋子完全沒有被濕過，因為整條路都可以走在天橋，順便逛個街，完全不用踩到地上的積水。這點真的比在台灣還要舒服很多。來菲律賓以前，我對這個國家其實沒有太多想象。真正生活之後，很多印象都跟我原本聽說的不太一樣。我記得女兒的老師曾經帶我們去她的教會。那個禮拜天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宗教在這裡不只是文化，而是真正融入生活。後來我發現，幾乎每個購物中心都有 chapel， 每個週末每間教堂裡外都坐滿了人。他們不是觀光，也不是打卡，是真的把信仰很自然地融入生活裡。教堂就開在你吃飯、逛街隨時都走經過的地方，不是那種跟生活分開的地方。那時候開始，我發現這裡的人，他們對你的親切，不是那種形式上的禮貌，是一種真心想幫你的感覺。常常在想，會不會是因為信仰在他們的生活裡這麼深，所以連對陌生人都可以非常的貼心。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，就是這裡的警衛真的超級多，可是他們完全不像我以前印象中的那樣嚴肅。他們常常會跟住戶聊天，跟店員聊天，還有跟路人聊天。有一天，我甚至看到一個交通警察，他一邊指揮交通，一邊跳舞。那個當下，我真的忍不住笑了。原來一座城市也可以有這樣可愛的表情。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完全屬於大自然的人，離不開山林，離不開土地，一點都不是一個城市人。沒想到在馬尼拉這樣的大都會生活裡，我竟然感覺很舒服。除了上下班時間擁擠的車流和空氣污染，其他都出乎意料的讓我非常自在。其實我們來菲律賓的目的一直都不是旅行，而是英文。所以這2個月最重要的事情一直都圍繞在語言學校。出發之前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找資料，最後選了一間馬尼拉知名大學附設的語言學校。那時候因為馬尼拉的選擇真的非常少，我們以為至少這是聲譽很好的貴族大學，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問題。可是真正開始上課之後，一些小小的不對勁開始慢慢的出現，跟我們原本想象的真的有落差。像是1對1課程，從入學一開始就明白跟我們說沒有單獨的教室。後來上課常常被公共空間的吵雜聲打斷，甚至因為參觀學校的人潮一直分心。可是學校好像也沒有要改善的意思。團體課也不是按照學生的選課需求，而是把大家通通塞進已經排好的課，你得自己想辦法適應。行政上也遇到一些很誇張的狀況，他們處理的方式讓我們越來越困惑。女兒的1對1老師人其實很好，對女兒很溫暖，也很支持。可是，在教學上，我們慢慢發現她好像沒有那麼專業。每次女兒把教材拿出來，想要正式開始上課，但沒講幾句，老師又很自然地聊起天來。一整個月下來，與其說是英文課，不如說更像是每天固定的閒聊時間。最讓我們在意的，其實不是設備，也不是環境，而是我們感覺不到這裡真的有在乎學生們大老遠從異鄉來，能夠帶回什麼。那時候每天放學，我都會問女兒今天的課怎麼樣，她總是回答，就那樣。我可以感覺到那不是期待上學的人會有的表情。於是我們就決定第2個月不想在這邊續報課程了，
而是自己在當地開始重新找學校。很幸運，我們找到的第二間學校完全不一樣。它沒有漂亮的大學校園，也沒有很響亮的名字。它是在馬卡蒂一個高級住宅區裡的公寓大樓。我們第一次走進去，就感覺到這裡的老師跟職員真的都很在乎學生。從評估英文程度到課程安排，每個環節都是真正為女兒量身打造的。1對1課程有安靜獨立的教室，老師會認真備課，上課的時候也會看他的反應，馬上調整教學方法。在上課時，老師偶爾會輕鬆地話個家常，但很快就會很自然地把話題拉回教學的重點。感覺真的每時每刻都是在為學生的進步着想。女兒換到這裡後，每天都很期待去上課，放學回家也會很有興趣地主動複習，非常認真做作業，因為隔天老師會看，繼續提供她進步的空間。而且老師跟她之間慢慢變得像朋友的感覺，會很清楚她的個性需要什麼。行政人員也是每次都會親切的問候，讓她覺得自己是真的有被學校重視。課程快結束的時候，女兒甚至很捨不得離開。我們一度討論要申請延簽，留下來繼續上課，但是因為後面還有澳洲打工度假的計劃在等着，只好如期結束這段十分美好的語言學習。在馬尼拉這2個月裡，每天早上送女兒去學校之後，我的一天才真正開始。回到租屋處，打掃、洗衣服、煮飯、整理房間。女兒下課後陪她聊天，陪她整理情緒。經歷這次重大的失戀之後，她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真正關愛她的人陪在身邊。有時候光是一些細微的小事，一天就差不多過去了。我也慢慢發現自己能給她的不只是陪伴。我以前在英國留學的底子還在，她的課後作業我也能一起看，一起討論。原來我不只是那個在旁邊等她的人。可是只要女兒去上課，我就會坐下來安靜的獨處，開始做一件我自己很想做的事，就是製作和分享我的靈性影片。以前在台灣，我老是覺得時間不夠，今天忙農園，明天忙家裡，很多事情一直把時間切得很碎。可是來到馬尼拉之後，生活突然變得很單純，不是陪女兒就是做影片，不是做影片就是陪女兒。很奇怪，事情其實並沒有變少，可是心反而安靜了。這2個月裡，我完成的影片比在台灣任何一段時間都還要多。女兒放學後，我們會一起去游泳、上健身房、進烤箱。晚餐消化後，我們也會在房間裡跳跳舞，動一動身體。沒力氣運動的時候，我們就慢慢散步去超市。沒有非得要去哪裡，也沒有一定要做什麼，就只是過生活。我一直以為我是來陪女兒的，後來才發現我自己也開始喜歡上這樣的步調。我早就一直很向往旅居，這個念頭在心裡已經放了好幾年。總是想說，等家裡的4隻貓老了或是走了，等女兒嫁人成家了，我就可以3不5時在國外找個地方住上一陣子。沒想到，因為女兒感情上的這場意外，我等於提前用另一種方式實現了旅居的夢想。在菲律賓旅居這2個月，我感覺旅居跟旅行有點不太一樣。旅行比較像是借住在別人的世界，每天都很新鮮，每天都想多看一點，但心裡總有一種隨時準備要離開的距離感。旅居呢，它慢慢的會開始有家的味道。每天走同一條馬路，看到同樣幾個警衛，逛同一家超市，慢慢的他們開始認得你，
你也知道哪一條路走路最舒服，哪個店員會幫你挑最新鮮的雞肉，哪段時間的夕陽最漂亮。你並沒有真正屬於這裡，可是這裡好像開始留了一個位置給你。旅行的時候，你永遠像一個過客，帶一點距離感在看世界。旅居不一樣，你會一點一點變成一個在地生活的人。一開始會有點像旅行那種蜜月期的興奮，但不知不覺的你會發現自己對這裡莫名有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歸屬感。時間的感覺也很不一樣。旅行的時候，時間過得很快，眼睛跟你的心都被行程塞得滿滿的。旅居的時候，你想做的事情會跟着這個地方的脈搏走。你可以什麼都不做，單純的體會待在家裡過生活的那種時間好像靜止下來的奢侈。但是旅居也會有一種旅行比較沒有的感覺。你會開始想家，想念老公，想家裡的貓，想我山上的農園。有時候心裡會突然有點愧疚，好像不應該離開那麼久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卻又真的很喜歡這樣的生活。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準確的說法，可以形容那種感覺。好像同時有兩個不同的家，但又同時掛念着兩個不同的地方。對我來說，旅行是你去看世界，而旅居是讓世界一步一步走進你的生活。它帶給我的是一種安靜的韌性，讓我看見原來在任何地方，我們都可以重新把生活建立起來。我們也都有能力從头開始把人生活回來。2個月其實剛剛好，可以真正住進一個地方，又沒有久到忘記要回家。我想以後真的我會打算每隔一段時間就找一個地方，就這樣生活2個月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快到很多事情都還沒有習慣，就已經要離開了。最後1周，我突然很想再走一次每天都會走的那一條路，去超市，去附近幾個購物中心，去看看那些每天都會遇見的人。我突然發現，還是會有點捨不得，不是捨不得菲律賓，而是捨不得離開這段已經有點像家的生活。可能有人會想問，菲律賓值不值得來呢？如果你的目的是學英文，我會說值得，只是花一點時間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學校。那如果你是想試着換一種方式生活，暫時離開熟悉的日常，步調慢一點，看看另一種生活的樣子，那我也很慶幸，因為一場突發的意外，我們打開了旅居的這一頁人生。原本我以為只是陪女兒來學英文，後來才發現她學會的不只是英文，而我得到的也不只是一次旅居。我們一起經歷的其實是一種沒有預期的人生方式。有些地方不是因為風景而值得記住，而是因為你曾經在那裡好好生活過。有些旅程也不是因為計劃才開始，而是因為生命剛好把你帶到了這裡。而很多時候，真正改變一個人的，正是那些從來沒有計劃過的旅程。